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封神10年，寒武纪，侯明昊凭剪子封神，悬疑甜宠双再现，至今仍是意难平。2017年，一部小成本网剧《寒武纪》横空出世，没有顶流加持，没有大肆宣传，却凭借反套路人设、悬疑与甜宠交织的剧情，硬生生杀出重围，成为当年的黑马神剧。这部剧不仅让侯明昊凭剪子一脚一战封神，奠定了他美少年演员的地位，更开创了悬疑甜宠的网剧新赛道。哪怕过去10年，剪子的白衬衫、与钟鸣场面，还有结局的意难平，依旧被网友反复回味，堪称小成本网剧的诚意天花板。至今仍是很多人的下饭怀旧首选。人设反套路封神，美少年杀手普通少女，反差感拉满好磕上头。寒武纪最出圈、最让人念念不忘的，莫过于全员反套路的人设。尤其是侯明昊饰演的剪子，彻底打破了杀手必冷酷男主必霸总的刻板印象，用美少年加杀手的反差感，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，成为内娱美少年杀手的鼻祖。剪子的双重身份自带苏点与张力，表面上他是南瞻不倒、无忧无虑的普通少年，白衬衫、干净眉眼，笑起来有浅浅的梨涡，软萌又单纯，会和女主斗嘴撒娇，会偷偷守护女主，活脱脱一个邻家弟弟。背地里，他却是南瞻不倒最神秘的杀手脸谱，戴着面具，出手狠厉，手握生杀大权，冷静、果决，不近人情。每一次出手都干脆利落，自带强大气场。这种白天软萌奶狗，晚上冷酷杀手的反差，被侯明昊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前一秒还是和唐印斗嘴，被调侃的懵懂少年，下一秒切换杀手模式，眼神变冷，气场全开，连肢体动作都变得凌厉，没有丝毫违和感。更难得的是，剪子的狠从不针对无辜，他有自己的底线与温柔，哪怕身负杀手宿命，依旧藏着纯粹的内心。这份外冷内热、身不由己，让这个角色超出了普通的杀手人设，变得鲜活又立体，让人又心疼又上头。女主唐印的人设同样反套路，打破了傻白甜的刻板印象。周雨彤饰演的唐印，不是柔弱需要被全城保护的小白花，而是一个普通的都市女孩，有点贪财，有点迷糊，却足够勇敢，足够善良。为了寻找弟弟，来到南瞻不倒，意外卷入黑帮纷争与杀手谜团。他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，想逃离，到后来的直面危险，守护自己在意的人，成长线清晰可见。面对剪子的双重身份，他没有害怕退缩，而是选择理解、陪伴，哪怕知道前路凶险，也愿意和他并肩。这份清醒与勇敢，让他成为剪子黑暗人生里唯一的光。除此之外，贺军翔饰演的李永基也是一个极具层次感的角色，亦正亦邪，隐忍深情。他表面上是守护南瞻不倒的警察，正义凛然，实则身负秘密，在黑白两道之间反复挣扎。对唐印的喜欢隐忍克制，对剪子的态度复杂纠结，没有绝对的善恶，只有身不由己的选择。贺军翔用扎实的演技，将这个角色的隐忍与矛盾演绎得十分到位，成为剧集的另一大看点。悬疑甜宠双向拉扯，不尬甜不悬浮，反转戳心又好磕。寒武纪能成为经典，核心在于它把悬疑与甜宠做到了完美平衡，没有为甜而甜的工业糖精，也没有为悬疑而悬疑的生硬反转，两者相互交织，相互衬托。甜时酥到上头，虐时戳心落泪，悬疑线牵引剧情，甜宠线温暖底色，观剧体验拉满。宠戏份自然又细腻，藏在每一个日常细节里，没有刻意撩拨，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与守护。
简子会偷偷给唐印买他爱吃的东西，会在他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出现，哪怕刚结束杀手任务，满身戾气。看到唐印也会瞬间卸下防备，露出软萌的一面。雨中名场面堪称甜宠名场面天花板。简子撑着伞，把唐印护在怀里，雨水打湿他的半边肩膀，眼神里的温柔与珍视，藏都藏不住。一句有我在，瞬间酥化无数观众。两人在小岛的日常斗嘴，并肩散步，简单又治愈，那种懵懂又纯粹的喜欢，比轰轰烈烈的告白更动人。悬疑线则紧凑又烧脑，反转不断，张力拉满。剧集以脸谱杀手的谜团为切入点，一步步揭开难瞻不倒的黑帮纷争、权力博弈，还有简子的身世秘密、李永基的隐藏身份。每一集都有新的悬念，每一个反转都出人意料，却又在情理之中。简子的身世与黑帮大佬詹世礼有关。李永基的真实目的并非表面那般简单，脸谱杀手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层层递进的剧情，让观众忍不住一口气追更，丝毫没有拖沓感。更难得的是，悬疑与甜宠从未割裂，反而相互成就。简子的杀手身份，让他与唐印的感情多了几分阻碍与危险，两人的甜宠互动也成为简子黑暗人生里的救赎，成为他对抗宿命的力量。而悬疑线的推进，也让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。从互相试探、彼此守护，到生死与共、不离不弃，这份在危险中滋生的深情，比普通的甜宠更具感染力，也更让人珍惜。演技全员在线，侯明昊一战封神，配角撑起群像。作为一部小成本网剧，寒武纪的诚意不仅体现在剧情与人设上，更体现在演员的演技上。没有流量演员的加持，却全员演技在线，尤其是侯明昊，凭借简子一角一战封神，用细腻的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，也奠定了他在演艺圈的地位。比时年仅18岁的侯明昊，完美驾驭了简子的双重身份，演技细腻又有层次感，丝毫看不出青涩。饰演软萌少年时，他的眼神清澈，笑容干净，肢体动作灵动，斗嘴时的小傲娇，守护女主时的温柔，都演绎得十分自然。饰演冷酷杀手时，他瞬间切换状态，眼神变冷，气场全开，出手时的凌厉，面对宿命的无奈，都通过眼神传递出来，无需多余的台词，便让观众读懂角色的内心。尤其是简子暴露身份后，面对唐印的眼神，有愧疚，有害怕，有不舍，复杂的情绪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一个眼神就能让人破防，堪称天赋型演员。周雨彤也精准拿捏了唐印的性格，将角色的迷糊、贪财、勇敢与善良演绎得恰到好处。他的唐印不做作，不矫情，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真实可感，面对简子时的温柔与坚定也十分动人。与侯明昊的对手戏火花十足，两人的互动自然又甜蜜，让简唐 CP 成为当年最出圈的 CP 之一。至今仍有很多 CP 粉反复重刷他们的名场面。配角们的表现同样亮眼，全员不拉胯，撑起了整部剧的群像。贺军翔饰演的李永基，将角色的亦正亦邪、隐忍深情演绎得十分到位，眼神里的戏十足。尤其是后期身份暴露后的挣扎与决绝，让人印象深刻。秦汉饰演的詹世礼，气场强大，将黑帮大佬的威严与狠戾，还有对简子复杂的感情，演绎得入木三分。还有伏龙飞饰演的麦全成，尹欣饰演的金林，每一个配角都有自己的故事与性格，没有脸谱化，用扎实的演技丰富了剧集的内容，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完整。白璧微瑕，小成本局限，结局亦难评成遗憾。客观而言，寒武纪作为一部小成本网剧，并非完美无缺，
受经费与制作条件限制，也存在一些小小的遗憾。而最让观众难以释怀的，便是结局的意难平。制作上受小成本限制，部分场景略显简陋，黑帮纷争、杀手对决的戏份，特效制作较为简单，没有呈现出应有的恢宏感与凌厉感。个别剧情的推进略显仓促，部分悬念的解开铺垫不足，显得有些突兀，还有一些细节处理不够细腻，偶尔会影响观剧体验。而最让观众意难平的，便是剧集的结局。简子为了保护唐印，平息南瞻部岛的纷争，选择承担所有罪责，假装死亡，独自离开，留下唐印一个人在岛上等待。李永基最终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，詹氏里的结局令人唏嘘。曾经热闹的南瞻部岛，最终只剩下无尽的遗憾。这个结局没有圆满，没有轰轰烈烈的重逢，只有无尽的等待与思念，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意难平。至今仍有网友调侃10年了，简子该回来了。但这些小缺憾，在整部剧的诚意与高光面前，早已不值一提。相较于当下很多敷衍了事的小成本网剧，《寒武纪》用扎实的剧情、鲜活的人设、全员在线的演技，证明了小成本也能出精品。它没有华丽的特效，没有大肆的宣传，却用最纯粹的感情、最紧凑的剧情，打动了无数观众，成为小成本网剧的标杆之作。10年过去，网剧市场百花齐放，悬疑甜宠题材层出不穷，却再也没有一部剧能像《寒武纪》这样让人念念不忘，再也没有一个角色能像简子这样兼具软萌与冷酷、纯粹与隐忍，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。《寒武纪》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开创了悬疑甜宠的新赛道，更在于它用细腻的剧情、鲜活的角色传递出了宿命与救赎的内核。简子身负杀手宿命，却在黑暗中遇见了唐印，这份感情成为他对抗宿命的力量，也成为他生命里唯一的光。唐印平凡普通，却在危险中成长，用勇敢与善良温暖了简子冰冷的人生。侯明昊用18岁的演技将简子演活了，简子也成就了侯明昊，这份互相成就，成为演艺圈的一段佳话。哪怕过去10年，当我们再提起《寒武纪》，依旧会想起南瞻部岛的阳光，简子的白衬衫，雨中的温柔守护，还有那份藏在悬疑背后的深情与遗憾。它或许不是最完美的网剧，却有着最纯粹的诚意，有着最动人的感情，有着最鲜活的角色。对于喜欢悬疑甜宠、偏爱怀旧的观众而言，《寒武纪》永远是一部值得反复重刷的经典，而简子永远是那个让人又心疼又上头的美少年杀手。10年了，你还在等简子回来吗？你心中《寒武纪》最戳心的名场面、最意难平的瞬间是哪个？评论区聊聊你的怀旧感受。